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内容爆发时代，每一天数以亿计的图片、音频、视频在互联网上流转、传播、被下载和再分享。这种便捷的数字化生活带给我们无限可能的同时，也悄然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问题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棘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花费3年心血拍摄了一部关于濒危物种的作品，刚刚在平台上线，不到24小时，盗版资源就已经遍布各大下载站点。更令人沮丧的是，当他试图维权时，却发现盗版者早已抹去了片尾的版权声明，而他竟然无法有效证明自己才是原创者，这绝非个例。据统计，全球每年因数字盗版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而真正能够成功维权的创作者却寥寥无几。传统的版权保护手段在数字时代显得力不从心。片头片尾的版权声明，一个简单的裁剪就能去除；画面角落的台标水印，图像修复算法可以轻松抹去；加密和访问控制，一旦内容被合法用户解密播放，就可以被屏幕录制。这些外挂式的保护措施就像是把保险箱的钥匙贴在箱子外面，看似有防护，实则形同虚设。而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更是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当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逼真的图像、流畅的视频，当深度伪造技术可以让任何人说出从未说过的话，内容的原创性和真实性变得愈发难以界定。一方面，创作者担心自己的作品被 AI 无授权地用于训练数据；另一方面， AI 生成的内容也需要某种机制来标识其来源，以便追踪和问责。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已经明确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进行标识，而如何实现这种标识而不影响内容本身的观感，正是技术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被称为数字水印的技术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与那些可以被轻易移除的可见标识不同，数字水印将版权信息直接写入到内容的数据本身之中，与像素融为一体，肉眼不可见，却能在需要时被准确提取。这就像是在 DNA 层面植入了身份标识，无论内容如何被复制、传播，甚至部分篡改，这个隐藏的签名始终存在，默默诉说着它真正的归属。这正是要深入探讨的主题。我们将揭开隐形水印技术的神秘面纱，全面解析如何将秘密写进像素里。无论你是希望保护自己作品的创作者，还是对信号处理和信息隐藏技术感兴趣的学习者，亦或是关注 AI 时代内容治理的观察者，相信这个视频都能为理解数字水印的原理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在深入具体的算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建立对水印技术的整体认知框架。什么是数字水印？它与我们日常见到的图片 logo 有何本质区别？一个好的水印算法应该满足哪些条件？为什么在众多色彩空间中，研究者们偏偏青睐 YCBC2 格式？这些看似基础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构成了理解整个水印技术体系的基石。所以，到底什么是数字水印？简单来说，它就像是给你的数字作品签上一个隐形签名。它不是那种贴在表面的标签啊，而是把你的名字、logo 这些所有权信息直接巧妙地嵌入到文件数据本身里面去。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但通过特定的算法就能把这个签名给读出来，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版权保护手段了。不过你可别以为这事儿很简单啊！想要设计一个完美的数字水印系统，那可是个巨大的挑战。行内人把它称作不可能的三角，意思就是说有3个关键要求，它们互相打架，互相牵制，你很难同时把它们都做到最好。那到底是哪3个要求这么霸道呢？首先第一个叫稳健性，这词听着挺专业，说白了就是要皮实耐用。你想啊，你的图片可能会被人压缩、裁剪，甚至旋转加个滤镜，一个稳健的水印就得经得起这些折腾，不管别人怎么处理，它都得顽强地存活下来，还能被检测到。
第二个要求，不可感知性，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要隐藏得好。这个水印必须是看不见或者听不见的，绝对不能影响作品本身的质量。毕竟谁也不想自己一张高清大片上，因为加了个水印，结果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噪点或者色块，对吧？最后一个呢，叫有效载荷容量，这指的是你的水印里能塞进去多少信息。你是只想嵌一个简单的版权符号呢，还是想把作者名、创作日期、公司 logo 全都放进去？能塞的信息越多，就说明这个容量越大。好了，你看核心的冲突这儿就来了。这3样东西，稳健性、不可感知性和容量，你不可能同时都要最好的。这就好像玩游戏给角色加点一样，你不能既有最高的攻击、最快的速度，还有最厚的血量。你想要加强其中2项，往往就得牺牲掉第3项。咱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如你特别贪心，说我这个水印啊，既要特别皮实，怎么都弄不掉，又要完全看不出来，也就是把稳健性和不可感知性这2个属性直接拉满。那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你这个水印里几乎就塞不进任何有用的信息了，容量被牺牲掉了。这就是现实，必须得做取舍。了解了这个不可能3角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一种通吃所有场景的完美水印。创作者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水印策略。那么这些水印都有哪些分类呢？分类方法其实挺清晰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按我们人能不能看见来分。你看电视台右下角的台标，那种就叫可见水印。而那些藏在数据里，肉眼看不见，得用专门软件才能读出来的，就是不可见水印。更有意思的是技术层面的分类。所谓空间域，说白了就好像是直接在一张照片的像素上做微小的修改，而变换域呢就高级多了。它不直接改动像素，而是把图像转换成一种数学上的频率数据，然后再去修改这些频率系数。打个比方，空间域是在画布上改颜料，而变换域是直接修改这幅画的配方，这样做出来的水印会更隐蔽，也更难被破坏。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特别秀的操作，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技术，它把我们刚才聊的不可感知性这个原则可以说是利用到了极致。我们平时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五彩斑斓的图像，大部分都是用 RGB， 也就是红、绿、蓝3原色混合出来的。但除了 RGB， 还有另外一种表示颜色的方式，叫做 YCBC2。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直接记录红、绿、蓝，而是把图像信息拆分成了2个部分，一个叫亮度 Y， 另一个叫色度 CB 和 C2。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这么干呢？秘密就藏在这句话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说白了就是咱们的眼睛对一个东西是亮还是暗变化特别敏感，但是呢，对这个东西的颜色稍微偏了一点点，比如红色不够红，或者蓝色有点偏差，我们其实没那么容易察觉。那要怎么利用这个特点呢？技术人员的玩法就很高明了。你看第一步，先把图像从 RGB 转成 YCB2， 把亮度和颜色信息给分开。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他们会把水印信息嵌入到代表亮度的这个 Y 分量里。你可能觉得奇怪，刚才不是说人眼对亮度更敏感吗？这么做不是更容易被发现？其实正是因为亮度信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信息量也更丰富，微小的有策略的修改反而可以更好的隐藏在复杂的纹理和细节里，同时让水印变得更顽固。这可以说是对人类视觉感知系统的一次巧妙利用了。所以你看，聊到这儿，我们其实会发现数字水印这个技术，它的核心并不是什么单一的黑科技，而是一系列基于深刻理解之后做出的非常明智的权衡和选择。好了，咱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记住那个不可能的3角，任何水印都必须在稳健性、不可感知性和容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第二，水印有好几种，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藏的地方也不一样。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最牛的水印技术往往是那些能够巧妙利用我们人类自身感知系统特点的技术。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一起思考：
现在 AI 人工智能可以海量的生成以假乱真的图片和视频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证明原创和所有权的方式会不会面临全新的挑战？未来的数字水印会不会进化成一种我们今天压根儿就想象不到的形态呢？理解了水印的基本概念后，我们自然会问，具体该如何将信息嵌入到视频中呢？最直观的思路就是直接在像素层面动手脚。这类方法被称为空间域水印，它们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变换，直接与图像的像素值打交道。空间域方法又可以分为2大类，一类是肉眼可见的可见水印，常用于品牌标识和所有权声明；另一类则是重点关注的不可见水印，它将秘密信息悄无声息地藏匿于像素的细微变化之中。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把数字水印的神秘面纱给揭开。没错，咱们要做的就是直接钻到像素里头去，看看2种特别聪明的方法到底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给视频打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的。好，那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大概流程。我们会重点看2种技术，这2种技术都挺有意思的，它们是直接在视频的像素上动手脚，专业点说呢，就叫空间域方法。来，咱们先搞清楚这个魔法到底是在哪儿发生的。对，就是这个词儿，空间域。这个空间域水印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给文件加个备注或者贴个标签，这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像一个微雕大师，直接在那个画面，在每一个像素上动手，用一种特别细微的方式去改变它本身的样子。好，下面咱们来看第1种方法。我得说啊，这个方法特别优雅，而且简单的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一个设计得非常精巧的数字小魔术。要理解这个魔术，我们得先知道一个基础知识。你看，视频画面里每一个小小的像素点，它的颜色其实就是一个数字，范围呢是从0到255。那在电脑看来，这个数字它不是10进制的，而是一串由0和1组成的长度为8的2进制代码。那秘密到底藏在哪儿呢？就藏在这8位代码的最后一位，对，就是最后那个0或者1，我们管它叫最低有效位，英文叫 LSB。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对这个像素最终呈现出来的颜色影响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咱们把这一位给改了，你的眼睛基本上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就特别巧妙了。简单说，就是个偷梁换柱。咱们把想要隐藏的秘密信息也变成0和1的代码，然后呢，拿信息里的一位悄悄地换掉像素里那个最低有效位。等将来需要提取信息的时候，反过来操作就行了，把每个像素里被我们换掉的那一位给读出来，拼在一起，秘密信息就还原了，是不是很聪明？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只能说，简直太棒了！你看啊，这个表格里的 PSNR 值，也就是峰值信噪比，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给画质质量化的分数，分数越高，画质就越接近原始的。你看这些值都超过了55分贝，这在技术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的肉眼是绝对看不出来有任何区别的。而且你看最后一列，相关性是1，这说明我们提取出来的信息是100%准确的，一个比特都没错。好，第1种方法我们看完了，现在咱们来看第2种，这个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去替换什么东西，而是往视频里添加一个秘密的图案，或者说一个信号。这个方法的核心是先创建2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指纹。这2个指纹其实就是一种看起来像噪点的数字序列，一个呢我们规定它代表2进制里的0，另一个呢就代表1。最关键的是，这些指纹是通过一个秘密的密钥生成的，所以说没有密钥谁也伪造不出来。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代表0或者1的那个指纹直接叠加到视频画面上，
这个方法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就算这个视频后来被压缩了，或者被人做了些修改，我们还是能从画面里检测到我们当初加进去的那个指纹的回声。到时候只要检查一下，这个加了水印的画面跟代表0的指纹更像呢，还是跟代表1的指纹更像，我们就能知道当初藏的是什么信息了。不过呢，这个方法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权衡问题，大家看这个表就明白了。这个增益因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水印的音量。我们把音量开得越大，你看相关性就越高，这就意味着水印越结实，越不容易被破坏掉。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你再看 PSN2 那一列，数值一直在下降，这就意味着画面的质量在变差，开始能看到一点点失真了。这个图就很直观了，对吧？这就是工程师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你是想要一个画质完美，但水印一碰就碎的方案呢？还是想要一个画质稍微有点损失，但水印坚不可摧的方案？这就像鱼和熊掌，你得做个选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呢？好了，那现在呢，咱们就把这2种非常有意思的技术摆在一起，对比一下，看看他们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思路到底有什么不同。你看，这完全是2种哲学。左边的 LSB 替换法玩的是替换，追求的是极致的隐蔽，让谁也看不出来，但缺点就是比较脆弱，容易被攻击。而右边的相关性方法呢，玩的是添加，它会主动往画面里加入一个秘密的 noise 图案，这样一来，鲁邦性也就是抗破坏能力就强多了，但代价就是画质会有一点点牺牲。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看家本领，也各有各的短板。这句话说得特别到位，它点出了数字水印技术里一个永恒的法则，就是说，你想让水印更结实，也就是鲁棒性高，又想让它完全看不见，也就是不可感知性好，同时还想塞进去更多信息，这3件事儿你不可能同时做得最好。这是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你总得在某一方面做出妥协。所以，到底是选一个看不见但容易被破坏的秘密，还是选一个更强大但会留下蛛丝马迹的秘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数字安全和版权保护领域里一个最根本性的抉择。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最终怎么选完全看你的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了。所以你看，在数字安全的世界里，最好的藏身之处往往就是那些你压根看不见的地方。以后咱们在看视频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在这流动的光影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一个这样的无形守护者呢？空间域方法虽然简单直观，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对各种信号处理操作的抵抗力较弱。当视频经过压缩、滤波或者格式转换时，那些精心嵌入的像素及修改很可能在处理过程中被洗掉。这促使研究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维度——频率域。变换域水印的核心思想是先将图像从空间域转换到频率域，然后在频率系数上进行水印嵌入，最后再变换回空间域。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视频压缩、滤波等操作本质上都是在频率域进行的。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将水印藏在那些不容易被压缩算法丢弃的频率分量中，就能大大提高水印的生存能力。在变换域方法的大家庭中，离散余弦变换 DCT 是最经典的成员之一。DCT 能够将图像的能量集中到少数几个低频系数中，这一特性被 JPEG 等压缩标准广泛采用。水印算法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信息嵌入到中频系数中，既不影响视觉质量，又能在压缩后存活。离散余弦变换，也就是 DCT。所以你想想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这就像是你要给一个视频文件签名，但这个签名得特别硬核，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复制、怎么压缩，甚至把它剪得乱七八糟，这个签名都得牢牢地待在哪儿。哎，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它确实能做到，而且实现的方法真的比我们想的要巧妙得多。那要怎么才能做出这么个顽强的鲜明呢？直接在图片上涂改改，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得换个思路，不要再盯着一个一个的像素点了，得往深了看，
潜入到图像的频率世界里，去看看它内部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你看，要植入水印呢，基本上就2条路，一种呢叫空间域方法，说白了就跟直接拿笔在照片上写字一样，简单粗暴。但问题是，别人稍微调个色，裁一下图，你这签名可能就没了。而另一种叫变换域方法，这个就聪明多了。它不是在表面上动手脚，而是去改变图像内部的核心结构。打个比方，就像是他一首交响乐里悄悄改变一个音符，这个音符呢，它完全融入了整首曲子，你很难把它单独拎出来。这就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聊的。那这个听起来有点玄乎的变换域到底是个啥呢？其实啊，说穿了就是换个角度去看一张图。我们不再关心这个点是红的，那个点是蓝的，而是去看这一块区域的颜色变化的到底快不快。你想想，蓝天的颜色是不是变化很慢很平滑？这就是低频。那砖墙的纹理呢，变化是不是特别快特别剧烈？那它就是高频。你看这么一来，图像就从一堆像素点变成了描述变化快慢的频率信息了。好，那能帮我们完成这个神奇转换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离散余弦变换，英文简称 DCT。可以说，它就是打开图像频率世界大门的那把钥匙。行，那咱们现在就来看看 DCT 这把钥匙到底是怎么开门的。你可别一听变换就头大啊！其实它的工作过程比你想象的要直观多了。整个过程大概就3步。第一步，算法会先把整张图像切豆腐一样切成一堆8×8像素的小方块。然后第2步呢，就是对每一个小方块进行 DCT 这个数学变换。最后一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原来的那个像素小方块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8×8的矩阵。这个新矩阵里记的可就不是颜色了，而是这块区域里各种频率成分的强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频率的地图。这张频率地图怎么看就非常关键了。你看它左上角那些数值代表的是低频信息，也就是图像里那些大块的变化平缓的部分，比如说一大片天空平整的墙面这部分决定了图像的整体感觉和轮廓。然后呢，越往右下角走，代表的频率就越高。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图像的编剧、纹理，各种各样的细节。好了，现在图像已经被我们拆解成这样了，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想把水印信息偷偷藏进去，你觉得藏在哪儿最安全呢？是藏在决定整体轮廓的低频区，还是藏在充满细节的高频区，或者还有别的选择？咱们用排除法来想一想首先，低频区行不行？肯定不行，那可是图像的地基你稍微动一下，整张图可能就花了，肉眼一下就看出来了。那高频区呢？也不行，这部分虽然都是细节，但它太脆弱了。我们平时用的图像压缩，为了省空间，第一个扔掉的就是它们。所以你看，把最重要的低频和最脆弱的高频都排除了，剩下的是什么？没错，就是中频区。这里简直就是完美的藏身之处，既不会太影响视觉效果，又足够强壮，能在压缩中活下来。好，藏东西的地方咱们是找到了，那接下来具体该怎么把信息给塞进去呢？这一步的思路，我觉得真的特别巧妙。它不是说硬生生的往里加点什么新东西，而是非常优雅的去改变2个已经存在的数据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藏一个比特，要么是1，要么是0。算法会先在中频区里挑出2个特定的数值，比如就叫它们 A 和 B 吧。接下来规则很简单，如果要藏的是1，那我就想办法让 A 比 B 大；如果要藏的是0，那我就让 A 比 B 小。要是它们本来不符合这个规则怎么办？那就稍微调整一下嘛，让它们符合就行了。你看，就通过这么一个改变谁大谁小的微妙关系，一个比特的信息就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嵌进去了。好，等我们把所有要藏的信息一个 bit 一个 bit 地用这种方法编码到无数个小方块里之后，最后一步就是再对所有这些方块做一次逆向的 DCT 变换。这么一来，图像就又变回我们熟悉的样子了。从表面上看它跟原图几乎没差别，但是它的 DNA 里已经被我们悄悄地写入了秘密信息。听到这儿，你可能有个疑问：行，信息是藏进去了，
可凭什么它就能抵抗压缩呢？万一图片一压缩，这信息不就没了吗？这就要说到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聪明了。因为它跟我们天天都在用的一种图片格式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联系。这就是整个设计里最精华的地方了。你想啊 ，JPG 这种压缩格式，它是怎么给图片减肥的？它会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频率数值统一打个折，比如说全都除以10。但是关键来了，如果原来 A 比 B 大，那它们俩都除以10之后，是不是 A 还是比 B 大？对吧？我们编码进去的恰恰就是这种谁比谁大的相对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具体数值。所以压缩算法再怎么打折，这种大小关系是不会变的，我们的水印信息自然也就安全了。所以说啊，这个策略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像研究里说的，选择中频其实就是在不影响图片看起来的样子和让信息能顽强地活下去，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平衡点。不过最神奇的还在后头，你知道吗？ DCT 这个东西，它不光是用来做水印的，它本身就是 JPEG 压缩技术的核心引擎。没错，你没听错，你每次在手机或者电脑上保存一张 JPEG 格式的图片，你的设备就在背后默默地进行着成千上万次的 DCT 变换。所以这项水印技术简直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它用压缩算法自己的语言跟压缩算法玩了一场最高级的捉迷藏。所以你看，只要我们能理解一个东西最底层的逻辑，就能找到这种特别巧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也真的让我们忍不住去想啊，在我们每天接触的这个数字世界里，除了这种版权水印，还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数据，正以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就这么隐藏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呢？这个问题也许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离散小波变换 DWT 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它将图像分解为不同尺度和方向的子带，每个子带代表了图像在特定分辨率下的特定方向信息。这种多分辨率分析的特性，使得 DWT 能够更精细地控制水印的嵌入位置，在视觉质量和鲁棒性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离散小波变换 DWT 到底是个啥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特别精密的棱镜，不过呢，它分解的不是光，而是图像。它能把一张完整的图片按照信息频率的高低给拆解成好几个不同的部分，我们管这些部分叫子带。这个频率说白了就是图像里颜色和亮度变化的快慢。比方说，一片平滑的天空变化很慢，就是低频信息，而树皮上那些复杂的纹理呢，变化很快，就是高频信息。DWT 就让我们能在这些不同的细节层面上对图像进行操作，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改像素。咱们就来看看 DWT 具体是怎么把一张图片给拆开的。整个过程其实主要就2步。第一步叫滤波，你就想象一张图片同时通过了2个筛子，一个叫低通，它只留下那些粗略的轮廓信息；另一个叫高通，它专门捕捉那些精细的细节。第二步呢，叫下采样，就是把刚才筛出来的这些数据进行一次压缩。这么一折腾，一张图就被清清楚楚地分成了4个包含不同频率信息的小块。没错，就是这样。经过这么一轮 DWT 处理之后，一张完整的图片就变成了4个非常独特的子带。这4个子带啊，可以说各管一摊儿。你看左上角这个 LL 是图像的近似部分，就好像一个包含了核心信息的缩略图。然后是右上角的 HL， 它捕捉的是水平细节，也就是图像里所有竖着的线条和边角。左下角的 LH 正好反过来，它管的是垂直细节，也就是横着的线条。而右上角的 HH 呢，就负责所有对角线的细节，还有那些最精细的纹理。但这还不是全部。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把那个信息量最大的 LL 缩略图子带再拿出来，对它再进行一次 DWT 分解，这样一层一层的分下去，就好像剥洋葱一样，能让我们深入到图像频率的最核心，把它的结构看得越来越清楚。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分解图像了，那这个秘密信息到底该藏在哪儿呢？
答案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改动整张图，我们只需要非常精准地修改一个地方，水平子带，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HL 子带。为什么偏偏是它呢？这里面有个小秘密，因为我们人类的眼睛天生就对这个频段里的变化不太敏感，所以说这里简直就是藏东西的完美地点。那么整个嵌入过程就像一次精密的外科手术。第一步，我们对视频的某一帧画面进行 DW 分解，拿到那4个子带。第二步，锁定我们的目标 HL 子带。第三步，根据我们要藏的信息，比如说一串0和1，去悄悄地微调这个子带里的数据。最后一步，用一个叫逆向 DW 的操作，把所有部分再天衣无缝地拼回去。这样一来，一张全新的携带着秘密信息的图像就诞生了。而最关键的是，它用肉眼看跟原来那张一模一样。好了，到了最后一部分 DWT 的优势，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这么厉害。你知道吗？要评价一个水印技术好不好，主要看2个标准。第一个是不可感知性，就是说水印藏得够不够隐蔽。第二个是鲁棒性，就是说这个水印够不够顽强，能不能抵抗各种破坏。那 DWT 在这2方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先来看第一个，它藏的到底好不好？咱们用一个专业指标说话，叫峰值信噪比，也就是 PSNR。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这个数值越高，就说明水信藏得越隐蔽，人眼越看不出来。一般来说啊，只要超过40分贝，那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那么看看 DWT 的表现怎么样？你看这个数据，哇，每一帧都超过了51分贝，最高的甚至到了54，哎，这简直就是王者级别的表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水信在视觉上几乎是完美隐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那么顽强不顽强呢？ DW 水印能经受住考验吗？答案是绝对能。你看，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测试，把它压缩，用各种滤镜处理它，给它加上乱七八糟的噪点，甚至去旋转去裁剪它。结果呢，不管是哪种攻击，包括减少色彩或者加上运动模糊，这个水印都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就证明，信息一旦被用这种方式拷进了图像里，就变得极难被破坏或者移除了。聊到这里，就引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今天，人工智能可以生成越来越多的图片和视频，真真假假越来越难分辨。那么，像 DWT 这样强大又隐蔽的水印技术，会不会在未来成为我们辨别内容真伪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呢？奇异值分解 CVD 则来自线性代数的世界，它能够将任何矩阵分解为3个特殊矩阵的乘积，其中的奇异值具有极好的稳定性，即使图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奇异值的改变也相对较小。这一特性使得 SVD 成为构建鲁棒水印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需要抵抗几何攻击时。变换域里头的一个王牌技术——奇异值分解，也就是 SVD。它本来是线性代数里的一个强大工具，后来被大神们巧妙地应用到了数字水印这个领域。一听到奇异值分解，你可能觉得哇，听起来好复杂。别担心，咱们换个方式来理解，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份解构图像的独家配方，这个数学概念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好懂了。SVD 的精髓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儿：拆。它能把一张看着很复杂的图片，给它精准地拆解成3个核心部分，就好像一张特别详细的菜谱一样，告诉你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咱们先看配方里的第一样东西 U 矩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构成这幅画面的所有核心原料，比如画面里都有哪些基本的线条啊、轮廓啊、纹理啊，都在这里面了。然后重点来了，就是这个 S 矩阵，这可以说是整个配方里的灵魂。它里面包含了一系列的奇异值，这些数字直接决定了每一种核心原料到底有多重要，用量是多少。可以说，它掌握着一张图片最主要的视觉信息。当然了，这里也就是我们嵌入水印的最佳位置。好，原料有了，用量也定了，
那最后就需要一份组装说明书了，对吧？这就是 V 矩阵的作用，它会告诉你怎么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方式，把那些原料根据 S 矩阵里定好的重要性完美的组合起来，最后变回我们看到的那张图。OK，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图像配方的秘密是由 U、S、V 这3样东西组成的。那下一步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利用这个配方，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们的秘密信息给加进去呢？你看啊，这个过程特别巧妙。第一步，我们用 SVD 把一张画面拆成 U、S、V 这3个矩阵，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把要隐藏的水印信息悄悄地加到 S 矩阵里面，对那些代表核心能量的奇异值进行那么一丁点的调整。最后呢，我们再用原来的 U 和 V 加上这个被我们动了手脚的新的 S 矩阵，把画面重新组装起来。因为改动特别小，所以你看上去这张图跟原来一模一样，但其实我们的秘密签名已经深深地刻在里面了。你可能会问，干嘛搞这么复杂呢？直接改像素不是更简单吗？之所以要用这个配方，是因为它能带来一个其他方法比不了的巨大优势。没错，这个优势就是稳健性。用 SVD 加的水印，那叫一个影合。不管这个视频是被压缩了，还是被加上了各种干扰噪点，甚至是被转换了格式，这个隐形签名都能顽强地活下来。那它为什么能这么硬核呢？秘诀就在于我们把水印藏在了 S 矩阵的奇异值里。刚才我们说了，奇异值代表的是图像最重要、最核心的视觉特征，所以任何人想把这个水印抹掉，就等于是要毁掉这张图本身的核心内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信，你看这张表上的数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个水印相关性数值1就代表完美。你看，就算视频经过了很强的 JPG 压缩，或者被人为的加上了高斯噪声，这个相关性数值依然能保持在 0.99 以上。这就说明 SVD 水印的生命力真的非常顽强。所以你看，咱们绕了一圈，最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 SVD 技术。它不是简单的在视频上贴个标签，而是把这个签名深深地刻进了视频的视觉 DNA 里，签名和视频成了一体，根本分不开。这也就是它韧性这么强的根本原因。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当每一个像素都能被可靠的标记和追溯，当这种隐形的签名变得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现在对于数字内容的创作、分享和所有权的这些规则，又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当我们深入研究了各种单一变换方法之后，一个自然的想法浮现出来：能否将它们组合起来，取长补短？这正是混合域水印方法的出发点。DCT 加 DWT 加 SVD 的组合方案，正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这种混合方法首先利用 DCT 进行能量集中，然后通过 DWT 进行多分辨率分解，最后借助 SVD 的稳定性进行水印嵌入。实验结果表明，这种3位一体的方案在可感知性和鲁棒性2个维度上都表现出色，成为目前综合性能最佳的方案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混合域方法不仅性能优异，还具备极佳的灵活性。它既能够嵌入简单的2指水印，也能够承载更复杂的灰度图像，作为水印信息，大大扩展了应用场景。而在计算效率方面，得益于各变换之间的协同优化，混合域方法的计算时间反而是所有方法中最短的。这一结果颇为出人意料，也更加证明了算法设计中巧妙组合的重要性。好了，3位大神都登场了：频率大师 DCT、变焦镜头 DWT， 还有定海神针 SVD。当他们3个联手，会产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咱们就来看看这个神仙组合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其实啊，这个混合方法的核心思想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每个技术都去做它最擅长的事儿，
这样就能完美避开咱们前面说的那个藏得深就不结实，做得结实又藏不住的死循环。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个过程相当精妙，咱们一步步来看。第一步，先用 DWT 这个变焦镜头把画面分解成不同层次。第二步，在某个特定的层次里，再请出 DCT 这个频率大师来做进一步的精细分析。第三步，轮到 SVD 出场了，他对 DCT 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解。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第四步，我们就在 SVD 分解出的那些最稳定的旗帜上动手脚，把伪讯信息给嵌进去。最后一步就是把所有操作倒过来，一步步还原，一张带有隐形标记的视频画面就这么诞生了，是不是很巧妙？听起来理论上很完美，对吧？但光说不练假把式，这种混合方法在真实世界里到底表现怎么样呢？别急，数据会告诉我们一切。我们先来看看看不见这一点，也就是不可感知性。要衡量这个，技术上有一个关键指标叫 PSNR 峰值信噪比。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这个数字越高，说明水印藏得越好，对画质的影响就越小，小到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出来。那么这个混合方法的 PSNR 值是多少呢？答案是惊人的64.3分贝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在视频处理领域，一般超过40分贝，画质已经非常好了，而64.3这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成绩了。可以说，水印几乎是完美的隐身在了视频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来看看这张表，你看，如果只用 DCT 或者 DWT，PSNR 值大概在51分贝左右，只用 SVD 呢还不到50。这些单独用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再看看我们的混合方法，一下子就飙到了64.34分贝，这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完全是碾压级的优势，真正做到了1+1+1远大于3。好，藏得好这一点我们验证了，那抹不掉呢？也就是它的鲁棒性怎么样？为了测试它有多硬核，研究人员可是给它上了不少酷刑。比如你看，强行压缩，加上各种乱七八糟的噪点、模糊处理，甚至把画面转个方向、裁掉一部分等等，可以说是能想到的攻击都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就像研究人员在论文里说的那样啊，这个混合方法，不管是从不可见性还是从辱谤性来看，都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就算视频被折腾得面目全非，我们还是能准确地把藏在里面的水印信息给读出来，这就厉害了。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为什么说这项技术对我们现在的数字世界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其实归根结底，这项混合水印技术完美地解决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核心矛盾。它既做到了让水印足够隐蔽，不影响观看体验，又做到了让水印足够强大，不怕各种攻击。对于今天的电影公司、视频网站，还有千千万万的内容创作者来说，这简直就是保护自己心血的终极武器啊！当我们以为变换域方法已经穷尽了水印嵌入的可能性时，信号处理领域的一项革命性理论——压缩感知 （Compressive Sensing） 为水印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压缩感知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如果一个信号在某个基下是稀疏的，即大部分系数接近于0，那么我们只需要远少于奈奎斯特采样定理所要求的测量次数，就能够精确或近似地重建这个信号。这一理论不仅改变了信号采样的范式，也为水印技术开辟了新的战场——稀疏测量数据。稀疏域水印方法将水印信息嵌入到图像的稀疏测量值中，而非直接操作像素或频率系数。这种方法在对抗某些特定类型的攻击时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噪声干扰和裁剪攻击方面。然而，它对压缩和旋转等几何变换的抵抗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场景进行选择。我们怎么才能让数字水印变得更聪明，而不仅仅是更强壮呢？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正好就点到了稀疏域方法的核心。
它的背后其实是信号处理理论里一个非常巧妙的原则在支撑。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咱们要讲的稀疏性和压缩感知理论。这个压缩感知理论听起来有点复杂，对吧？其实简单来说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效率超高的速写画家。你看，他完全不需要去描绘一幅画里每一个像素点，他只要抓住最关键的那些特征，然后呢，用非常非常少的数据，就能把整个画面的核心信息给重现出来。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就更好理解了。这就像我们要画一片星空，我们需不需要把天上每一颗星星，哪怕是再暗的，都画出来呢？不需要。其实我们只要把几个最主要的星座勾勒出来，别人一下就能认出这是哪片星空了。这就是稀疏的力量，用关键信息来代表整体。好，原理我们明白了。那么具体要怎么利用这个原理来藏一个水印进去呢？咱们一步步来看这个过程。你看啊，第一步就是把原始的视频画面先转换成一组关键的稀疏的测量数据，然后呢，我们的水印信息就是被巧妙地加到了这组核心数据里面。那反过来，要怎么把这个水印找出来呢？过程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用加密时用的那把密钥，也就是同钥的一个随机序列，去扫描和比对这个视频的数据。当匹配度最高的时候，那个隐藏的水印信息就自己浮现出来了。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水印得有2个本事：第一，要看不见，藏得好；第二，要够硬，不怕攻击。那这种新方法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来看看测试结果。首先，咱们来看隐蔽性测试。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对比，加了水印的画面和原始画面放在一起，说实话，用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这就说明啊，它的这个隐身能力确实非常出色。不光是肉眼看不出，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这个表里，峰值信噪比，也就是 PSNR 值非常高，分数这么高，就从数学上说明了画质几乎没有任何损失。不过，藏得好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那就是它的抗击打能力，我们叫辱谤性。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足足14种不同的攻击测试，什么压缩呀、加噪声啊、旋转啊，全都用上了。那它能顶得住吗？这张图的结果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你看，即使是经过了非常厉害的压缩、旋转还有裁剪，恢复出来的水印质量相关性得分依然接近完美。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前面说的，水印是嵌在视频最核心的那个数据结构里的，它不在表面的像素上，所以那些想通过删减像素来破坏水印的攻击，根本就伤不到它的根。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种稀疏域方法成了一个更厉害的水印系统呢？所以你看，结论其实就很明确了，这项技术它成功地解决了水印技术里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就是它在看不见的隐蔽性和打不掉的坚固性之间，找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平衡点。可以说，这项技术给未来的版权保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方向，也让我们不禁会去想啊，随着视频分享和创作越来越普遍，这种更智能、更高效的稀疏水印，会不会就成为保护每一个创作者作品的那个看不见的行业标准呢？任何水印算法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检验的标准，一方面来自于客观的质量指标，用数学公式量化的可感知性和鲁棒性；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各种攻击的抵抗能力。在质量指标方面，峰值信噪比 PSNR 和归一化相关系数 NC 是最常用的2个度量。PSNR 衡量的是水印嵌入对视频质量的影响，数值越高，意味着视觉失真越小。NC 衡量的则是提取出的水印与原始水印之间的相似度，数值越接近1，说明水印的恢复越完整。而在攻击类型方面，水印需要面对的敌人可谓五花八门。
滤波攻击通过模糊或锐化试图抹去水印痕迹，噪声攻击向图像中注入随机干扰，几何攻击包括旋转、裁剪、缩放等变形操作。压缩攻击则是实际应用中最常见也最具挑战性的场景。一个优秀的水印算法需要在这些攻击的联合作用下，依然保持水印的可提取性。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场真实的拔河比赛，看看他俩到底是怎么互相拉扯的。咱们来看一组特别有意思的实验数据。实验里呢，研究人员用一个叫增益因子的东西来控制水印嵌入的力度。你可以把这个增益因子想象成一个音量旋钮，你把它拧得越大，这个水印就会被摁得越深越用力。大家来看这个表格，当这个增益因子从10一路飙到90的时候，你注意看数字的变化，代表隐形程度的 PSNR 一路从 39.22 降到了 29.26， 也就是说视频质量变差了。但是代表强度的相关性却从很低的 0.35 一路涨到了 0.9 以上，看到了吗？这就是最真实的权衡，一个上去了，另一个就得下来。所以你看，理解这种权衡可不仅仅是为了做学术研究，恰恰相反，这些衡量指标是我们整个数字版权保护体系的基石。简单来说 ，PSNR 和相关性，它们就像一把标准的尺子，给了我们一套科学的语言，让我们能够去创造、去比较、去改进各种保护数字内容的技术。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安全性和视频质量之间找到那个最完美的平衡点。那么，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个 AI 都能生成内容的时代，对真实性的挑战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衡量真实性和所有权的工具，在未来又该如何发展和进化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视频隐形水印技术的全景式巡礼，从空间域到变换域，从单一变换到混合方法，从传统信号处理到压缩感知理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设计哲学和适用场景。纵观全局，混合域方法，尤其是 DCT 加 DWT 加 SVD 的组合，展现出了最优的综合性能。不仅在可感知性方面达到了37 dB 以上的 PSNR， 远超28 dB 的可接受阈值，在鲁棒性方面也对绝大多数攻击类型表现出良好的抵抗力。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强联合的方案在计算时间上反而最为高效，这无疑为实际部署扫清了障碍。然而，水印技术的探索远未结束。展望未来，有几个方向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新型图像变换的应用，如 Curvelate 变换、Contourlate 变换等，它们在表达图像边缘和纹理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水印的隐蔽性和鲁棒性。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深度学习模型不仅可以用于优化水印的嵌入位置和强度，还可以训练出更具适应性的提取器，自动应对未知类型的攻击。此外，随着实时视频流媒体的普及，如何实现高效的在线水印嵌入与检测，也是工程实践中亟待突破的课题。在这个视频的最后，让我们跳出技术的细节，重新审视隐形水印的意义。表面上看，水印只是一种版权保护工具，它帮助创作者证明所有权，帮助平台追踪盗版来源，帮助法庭提供侵权证据。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水印技术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在一个数字内容可以被无损复制， AI 可以批量生成逼真影像的时代，什么是真的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难以回答的问题。深度伪造可以让公众人物说出从未说过的话， AI 合成可以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证据，而互联网的传播速度让辟谣永远追不上谣言。这种真实性危机正在侵蚀我们社会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础。隐形水印或许正是重建这种信任的技术基石之一。当每一段视频都可以追溯其来源，当每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都带有不可抹除的标识，
当任何篡改都会破坏水印的完整性，我们就有了一个可验证的数字世界的起点。这不是万能药，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把秘密写进像素里，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巧妙的技术魔法，但真正的魔法在于，这些隐藏在比特深处的信息，最终守护的是创作者的心血，是内容的真实性，是数字时代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才是技术最美好的样子。